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台北市立体育馆进行的这一场高中女子组的比赛，要由莺歌工商来对上内湖高中。是的，那内湖高中在去年的时候，高中联赛是第3名哈，那第4名就是莺歌哈，在决赛的时候刚好2个有碰到头。对。那在今天这场比赛，是由我陈耀奇以及李章勇教练来为大家做转播。在昨天的比赛，我们也转播了内湖高中今年在登峰造极青年邀请赛里面的第一场比赛对上华侨，这打了4局哦，内湖高中是拿下了第一场的胜利。那当然在阵中来讲，对于今年在新的学期开展来的整个的很多高中生国中生刚刚毕业升上高中。那高中球队还在备战新的一个赛季，但对于内中队昨天能够击败华侨来讲，我想这是一个可以说好的开始。是没有错，因为刚好是内湖高中的部分来讲，刚好他去年的一些主力选手都是所谓的高2生，那今年升上去高3，到包含举球员李思珊、邱凡琪等等哈，那其实上去之后，那其实整个的阵容更稳定。加上今年还有在去年补上来的吴子华，在 U19 的一个国手哦，那大家因为现在这场球赛受伤，但是其他球员经过了1年2年的一个历练完之后，现在升上来高3，整体的表现跟稳定性都表现得非常好。没错，那转到莺歌工商，莺歌工商在111群的一个曾经也拿下了 HBL 的一次冠军啊，高中排球联赛的冠军。那去年拿下的是第4名。那阵中，今年阵中当然最受瞩目就是马德荣，是身高又够，也是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女排界的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莺歌在出了高个之后，对，那莺歌部分马德龙来讲的话，那其实来讲对他的发展性来讲的话，其实对往中间手的部分是非常好的哈，因为篮中快攻是很好，但是他在一个球队里面最重要扮演的就是说，对方这个本身的球队的接发球能力要不错，对，才有办法让他有发挥的功能，不然的话他只剩下所谓的拦网的功能而已，这种情况，所以说。相对来讲，一个好选手或者是身材够高的选手，也要有球队去搭配，对，然后呢衬托他更好。对，所以说每个球队来讲的话，其实教练一个很课题就是说，我如何把我最好的选手再放到最好的位置，让他表现得更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对，这是大家会来关注莺歌工商这边的马德荣。那在去年学生联赛里面也是获选为最佳的篮中球员。那在另外一边内湖高中阵中则是有几位我们讲 U17 的国手。那当然吴子华刚刚教练已经提到，因为最近因为脚受伤，所以在最近几天这次的几场比赛里面是不会出赛。但是在少了主力球员之一，昨天对上华侨还能够拿下胜利，我想对于内湖高中绝对是大加分啊！就是大家在气势上绝对会提升不少。以新的一个团队战力来讲，如果在主力之一没有人打比赛的情况下，都能够和 HBL 这种4强球队来抗衡，等他归队之后，相信会有更好的发挥。是没有错那其实最正中我们看到内湖高中最重要的是邱凡琪这个选手他左攻手，那我们看到他不管是在攻击部分，在发球情况下面来讲，他其实他的能力都非常好因为他经过了所谓的在内湖高中的高1、高2，今年高3，然后经过的所谓的 U17、U18、U19 的洗礼的情况下面来讲的话，而且他还有去打气联，对，这整个过程的磨练下来之后，他的进步很多那造成他现在的更稳定这样子，也让成就了内湖高中今年的水准可以，我们应该讲说他4强的希望是蛮高的，对，最后这样子。好，今天在场上在莺歌工商这边穿着的是黑色球衣，那内湖高中穿着的是白色的球衣。那在平均身高的部分，内湖高中今年我们报名这次杯赛的球队全队的平均身高是167.4公分，而莺歌工商这边虽然真正有个185的马德荣但是全队平均身高是稍微矮一点点，165公分。对，那这场球赛我们看来讲的话，以平均身高来讲的话，当然是内中比较好一点。对，所以说在莺歌高职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它也是一样整体的表现还是要再注意一点这场比赛要由莺歌工商来先发球。李家栋的发球，邱凡琪一个吊球触网可惜了对，这球触网，打王者触网。往前看到对方
这个进攻啊，在拦网的时候手下来勾到了。下手局2号位这边开网的进攻被拦到，还有再一个小球，还有，后排处理过来，现在再看那种吊球，打高了下手的修正球，哇，好球！半个手掌啊，把球打过去啊，拿下了1分，2-0。对，我们看到薛静宇的处理球其实是蛮不错的哈。对，他当中扮演的主要是边线攻击手哦，他的接发球能力他不在话下，然后再来他的身高不是特别高，可是他的处理球是非常稳定。哇，太近！发的平了，长了一点点，但是在后排这边碰到3-0，对方只要继续发球。我们看到前面几个球哦，其实英歌钩子的攻击的力道哦，对内湖的高中来讲的话，其实比较不具威胁性哦，因为他们的防守其实是蛮黏的哈，所以英歌应该想办法去像这个球就打得很好，对，快攻球得分。17号曾婉琼有174。靠着快攻拿下这一局的第1分，1-3。然后发球是林怡慧，送个往前的小球，看又是快攻，哇，对。那个工商在开局这2分都是用快攻，对，这2分都是曾婉琼打的哈，所以说在英歌高子有接到位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特色应该就是快攻为主哦。对，在主攻手在威胁性没有那么强。所以在内中的部分拦网要特别注意。打网过去，推开，开气，有修正球，被拦回来，再一波，直线，哇，好球从手上面打进来，但后排防守也不错，小球，吊球，哇，这怎么爬进来的？这个球硬的。哦，碰到后面。对，特气，对，这球怎么爬进来的？3-3。李怡慧要继续来发球。还有。上手打过去，现在看内中这边中间吊球。一次小球的进攻哦，哇，还有，守起来，小球，斜线，这1分拿下来，内湖高中的进攻哦，止住了这一波英歌工商的得分，4-3。过去了，现在看内中，中间快攻的掩护，这一球打进来，触网了，对，蛮可惜的哈。5-3。陈尚玉的发球，好球，这球举发给漂亮，对。转了几个位置之后总是在前排这边有比较强力的攻击出现。对，那马达龙也上来前排，然后斜线。用双手挡，直接回去再看内中这一快攻，哇，好球！哇，这个球
昨天第一天的杯赛里面就看到，内湖高中其实举球员的球都不长，对，和攻击手之间的，平常我们感觉好像一般别的球员可能需要更长一点点，但是他都配的还不错。所以今年可能在攻击手的搭配这个部分都有做很好的默契组合，不一定是太长，对，不一定是攻击者要配合举球员，他的力道就是在那里，也有可能啊。那就，但是已经都能够打出来。对对，因为他举球员，你是在一开始在高一的时候，那力量是不够的，慢慢的增加力量。那现在是比较稳定。发球过程飞出去，飘出去，outside。5-7。轮到5号林嘉怡的发球。也回进了一个发球出界。8-5。薛静宇在昨天的比赛获得胜利之后，也被教练评价为是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个球员。对，好球掉到了空档里面。杨明成的吊球恰到好处。吊球得分之后下来发球。转过来，还有像球反击，还有后排照打，但是被接起来。短球，对，后面有手到，最后这个球救不回来。对，自己卡到自己的位置了哈。9-6。奥赛没扣下来，对，飞出去，就是感觉它是飘出去这样哈。10-6，现在双方差4分。4分的差距，英歌工商喊出暂停。暂停结束，比赛要继续来进行。后排，太短的感觉。马德荣建功啊！对这个球，因为你这个球过短，那马德龙是篮中的话，其实真的不好闪他。还是建议球能够长一点，跨到标杆的位置，直线斜线比较好打。马德荣下来发球，7-10，英歌工商现在是3分落后。球很飘啊！打在手上，还有开网球被拦到后排，吊球被补位补起来，这个球正好打在手上。哇，举球员对，可惜了哈，马德龙这个球守起来，那守起来的球会比较炫呢。但是举球员的手要比较硬一点点，就是比较要出力。往往你太放松的情况下，你就造成2次。对，11-7。快攻！哇，
17号开弓出手很快。英歌工商这8分里面，到3分到4分就是快攻拿下。对，17号曾广纯的部分的，他出手整个的协调性做得很好哦。那跳起来之后出手那一刹那，其实整个挥臂的速度跟方向都有，角度也有。8比11，现在英歌工商是落后3分。还有，直线有，后面补得漂亮，球回到了内中的场内，飞拉出来，他叫韩善宇哈，那韩善宇身高有180哈，也不错。内中阵中有2位是超过180的球员，不过吴子华因为受伤，所以现在场内就剩下韩尚宇。接的不理想，推出来修正球，快攻，好球！韩尚宇哦，在前排也发挥身高的优势哦，快。对。接的勉强，直接回去。也是个快攻，对，哇，好球！看今天内中的打法跟昨天会不一样哦。对，今天就是以快攻为主去得分。14比8，现在内中领先的分数来到6分。这个球发球太长，出界。轮到林一慧的发球，后排，被拦到，也打4号位，小球，对，修正球，这个球，哇，这个球往后点，往后接哦，对。15比9，双方回到6分的差距。卡在手上还有，开网球后面接的也不错。4号位的对打。快攻了，时间差，好，时间差，这边被拦到，哎呀，没爬过去，好可惜，仰角太高了，就打平了，这个球直接挂网，16比9。双方分差来到7分，英歌工商喊出暂停。前面啊，马德扬从换上去到转下来，就是拦网拿了一颗，跟发球发一次这样子，其他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对，所以说要怎么样如何让他发挥很重要。像逆中来讲的话，对吴子华的功能就不是放在快攻，让他放在副攻，因为他在U17来讲，U19是当然是快攻手，是。可是回到自己的内中来讲的话，让他是举队选手，他副攻，因为他个头高，但有没有在台湾里面可以发挥他的功能存在，所以各项的运用是不一样，而且各个球队你站的位置，所以教练如果把一个选手放到一个最好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对，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16比9。2次，第2次了。对，那
其实英歌工商也可以试着说把马达龙放在副攻的位置，打看看后面的球看看，因为我们知道举队的位置来讲是不用接发球的，那也是可以调整看看。对，17-9。好球，对。应该也是因为对面的平均身高高一点点，所以在这边比较长啦，就是用快攻，只要接到位的球，用快攻来突破。对，那像郑友纯就在讲呢，快攻他其实说打得很好，出手很快。好球，好球，3号，对，也打在没有人的位置。18-10。发球直接得分。对，这也是小高一哈，苏湘琪。哇，这机会球，这球没有守好。哇，马德龙前排就是他的天下了。我看马德龙上面的高球完全过不去。对，他比江苏那个高中队来讲的话，那个还会跳，所以他的伸过去的手更长更高。19-11。直线哇，不敢面对马德龙哦，直接转个直线，合理啦，合理。对，攻击手的聪明哦，被他挡2颗了，闪一下。两边都做了球员的替补。短了一点点，吊球被挡回来，再一波后排，哇，要靠林一慧来处理了，但力道也轻。球没过网，现在分数来到21-11，内湖高中有10分的领先。这是快攻，哇，这个球推出界，22-11。罚球是薛静宇。马德龙下出来打了，对，中间吊球也可以啦，所以吃了一个哈。那其实英歌工商的部分教练团也是有充分的运用马德龙的身高哈，所以也不是说让他每一颗都跑快攻啊，也是有时候偶尔打几个长攻。他的高度真的可以在对方拦网的上面往下打。对。这球发得太好了，小吉米被接起来，哇，打穿！God， 其实攻击的点有时候是打2个人的手的拦网中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路线哦。因为组合到很密是很难的。对，有时候我们有讲到尽量而已，对，说可能都还是有洞可以穿。对，那就是会角度的问题会啵啵就弹进去，或弹到界外去。23-12，内湖高中领先。英歌工商分数来到11分，被拦到，还有再触网，被甩下去。对，10号触网了哈。24-12，现在来到内湖高中在第1局的局末点。
有12个局点。发球得分，对，25-12，在第一局的比赛是由内湖高中以25-12拿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到比赛的现场，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第2天的赛程，现在为您转播的是高中女子组的部分。这场比赛是由白色球衣的内湖高中对上黑色球衣的莺歌工商，在第一局内中以25-12拿下，现在即将进入到第2局的比赛。第2局由内中李思珊来先发球，接球不理想，第3球送呛死回来。吊球，第2局的吊球拿下了第2局的第1分，1-0。还是一样，在接球的部分，接发并没有对。哇，奇怪哈，2颗球给邱凡喜，邱凡就只能吊球，灌篮。再往前哦，这个球直接过网，那17号的曾婉纯这边双手直接把球压下去，1-1。然后4号林家彤的发球。好球，对，楚祥琪，对，她是 U16的女生培训队的选手哦，但今年才小高1而已，身高有172公分。
丘班奇下来发球，快攻，快攻！这就是英科工商在前面第一局已经拿过好几分的快攻。因为他其实接到位的时候，他快攻其实郑雅纯打得很好。2-2。被拦到，还有，有回去，又是快攻换 C， 对，整个 AC 的运用那不管是第一波、第二波其他快攻都打得很好，那举球员又很敢给他。其实他们英哥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快攻手比他们边线攻击都还要稳定，得分效率比较高。打在篮网的手上，弹回来再一波。下手的送呛死过来。哇，那个局好，来不及。今天配的球配的不是很好，这球没过。对，因为其实聂中今天配的球来讲的话，他们跟举球员跟攻击手配的一个时间跟位置都不是配的这么好，没有那么稳定那攻击手大部分都用吊球的。韩尚宇的发球，快攻又吊球，有点手到，还是推过去。但来看再一波，他又打又勾回来，长攻哇！这个球打穿，对，打一个中间路线刚好篮网的时间上面的落差，中间打过来。就是2局下来，其实英科工商真的用长攻打大炮得分其实不多，真的不多，快攻得分比较多。哇！有打在手上还是进去？对，挑战马德龙，对，这球很聪明打平推让球可以弹远一点。一般像有的选手这种球扣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被马德龙被他拦死，直接被打回来，对，大队这样子。邱正球，马德龙进。中间对，好球，触网。哎呀，可惜。对，他是举球员，还是快攻手触网？看一下，不明显。4-4， 5-4，内中现在是1分领先。小球，没有退，攻击手没有退。太高了，对，太高了。我觉得马德龙在前排中间，但是其实给他的球也没有够高。对。那高度够一点，其实他可以有很多种手法可以去打，而不是只有把他推过去。哇，太急，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马德龙其实他是个很好的一个掩护者。大家一定你不敢放他在那边。对，所以说调给其他的攻击手来讲，也会有空间，对，也是有机会出来。哇，再一次把手的外侧，太气。5号触网，马德还问一下是我吗？对，他说薛静宇的发球，有手到了，
球盘棋就被拦回来，打到了界外去，太标。对，今天的球盘棋不知道是因为球的高度不够还是怎样，他今天都没有打昨天那么顺畅哈。对，他要打一个所谓的转inside out一个往斜线方向，其实都打不出来。好，比数6比7，英歌工商现在是落后1分。哇，可惜哈，他今天的失误率就比较高了哈。那是球不够高，还是整个时间的搭配上面没有那么好？7比7，英歌工商现在追平，爬过去，哇，落地了。这个真的不好接哦。对。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可能马德龙在前排，对球盘棋而且对有压力，有影响到。金推，快攻！哇，好球突破了，对这个中间手哈，直接往外打，勇于挑战。对他打到他的手肘旁边哈，对，手掌还可以包了，但手肘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其他的角度了。对，所以往高个子部分不要打他手掌，打他手肘是蛮好一个选择。好球！哇，这个球斜线直接点扣，这球直接打下来得分。对，我们称为叫点扣来讲的话，就是手拿高，瞬间手腕扣下来。9比8，英歌工商现在第2局是有1分的领先。球盘棋直线被接起来。但是在英歌工商这边的直线进攻，球则是打出界外。9比9平手，轮到队长举球员下来发球，李思山。哇，界歪了。发球得分现在内湖高中再度取得领先，10比9。球盘棋退开来打这个球，后面喷出去，这个才是大家昨天看到球盘棋的 power。对 ，power 跟一个实力啦。对，就是说，前面第1局到刚刚之前好像还没有热开啊。对，就是搭配上面有点小小问题，只能用处理球方式来完成每个球。李思山发第3球。快攻小球，短了一点点，来再看长攻，哇，有，这个球打得很好哈。6号李玉慧，身高有172公分，也蛮高的。今年才2年级而已哈，所以说发展性还是很大。10比11，英歌工商现在是1分的落后。球盘棋2号位，这个球硬赛，现神认为是硬赛。11比11，扳成平手。内中从领先到再被扳平，现在喊出暂停。英歌工商这场比赛从第1局到第2局用了几次快攻，在前面其实都还蛮有效果，但是相对来讲就是
4号位或2号位这种长攻哦，比较没有能够得分。那今天的内中来讲的话，其实整体的表现没有昨天的那么好哦。所以看这个暂停下来，其实教练主要叮咛部分应该怎么去发挥原本的实力。就是要敢去打，敢去冲哈。那你不能说今天对手不是这么强的情况下面，你就放松自己的对。有点放松哦，那种整个士气当然都没有提升，有的是好像是说应付的打法而已哈。那其实这样对选手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对自己的该负的责任去负起。想吊球，但这个力道太轻哦，连网子都没有过，13-11。这番棋要再发球。塞，对，就打长了。对，他的修正球也没到位哦，那也不够长的情况下面，攻击者只能打长球哦，那也不稳定。现在轮到英歌工商这边喊出暂停。中是以25-12 13分的分差拿下来，明显到了第2局哦，英歌慢慢有进入状况。对。哇，这球守得好。薛静云。直线开始啊，对，很聪明的打法哦。那就要英歌工商追1分回来，现在是在第2局哦，来看。好球，对。就是用一个快攻，然后拉一个长攻哦，那就剩一个拦网者的情况下面，薛静云就很好的容易得分了。韩尚宇的发球，快攻，C 快这球勾起来，还有薛静宇，好球。薛静宇也接得漂亮，后面 C 快这边推过去，他好，篮网碰到之后，但掉下来哦，在旁边来不及补位，球落地。薛静宇转直线，好球！哇，他有一半的功劳在举球员的身上哈，以深深把这个球很急很强的球顺势的勾起来，然后让邱俊宇可以攻击哈。那邱俊宇攻击出手也蛮快的哈，甚至将球打到直线，打到身上还赶快去道歉呢。哇，球发球很强，只能做修正球攻击。哇塞，又打长了。对，今天这样子的球哦，英歌已经出现3颗以上了。主要是内中在发球上有破坏他们的一传来讲，其实英歌就很难去突破这个攻击，因为他们修正球不是打得这么好。哇，又破坏了哦。照打也不错。来看内中，哇，直线，一个直线球，好厉害啊！很灵活，手腕用得很好。薛静宇其实在处理球真的很成熟。
别人要得1分可能很困难，可是对薛俊宇来讲的话很简单，蛮轻松，对，对，手段很多啦。想要得1分很困难。长球后面守起来，快攻，飞过来，现在内湖的呛死哦。薛俊宇再次薛俊宇，有空档我够快，我就直接下去哦。小球，哇，抢球，对，急了。对，因为苏江奇才对才1年级而已哈，比较急一点。你说他如果没接哦，旁边后面啊也有自由球员魏宇安在旁边。对，14比18。还是薛俊宇对。啊，没过了，4次击球了。4次击球。虽然薛俊宇只有168公分，但是在女网的女排的场上，其实表现非常好。今天表现不输邱凡琪，他得分今天比邱凡琪还多，对。自己昨天跟今天的表现，其实邱凡琪真的是表现得很好。再一颗可惜了，9号的伊亚尼，对。15比19。擦网过来的球，邱凡琪推，轻轻推。哇，哦，接得漂亮！哇，还有游过去，有点忙乱中。对这个球，哎呀，马德龙打太长了哈。眼看内湖高中这边是一团乱哦，大家好不容易把球拼过去哦，但这个球就打长，直接打出界。对，马德龙在讲他的快攻比较打顺手球，然后他其实手会往左边撇的话，其实会更好。有后排接起来，哇，马德龙前排灌篮，先救到，但是力道没有办法控制哦，直接过网在前面哦，中间马德龙直接双手一压。现在把握一波，马德龙下去发球到后排去。1块，海上鱼轻轻拍下去。对，他今天快攻球会给他比较多。21比16，内湖高中领先的分数来到5分。有，下手送修正球，邱白棋，今天也终于对。今天没有太多好的发挥。对，因为选手来讲的话，有时候不是每天的状况都那么好情况下面，但是就是要运用你得分的手段。哇，对，可以直接推过来，后排处理过去，快攻，等到，华裔快攻，哇 ，C 也行 ，A 也行。对，今天韩尚宇今天的表现不错哈，有多波都有跟进，然后举球员今天也很敢给快攻。双方分差来到7分哦，内湖高中已经有23分，23比16。就是英哥不是不能得分，但没有办法连续得分。对，然后他得1分之后转换之后又是内中，连得个好几分。后排又打长，又是奥赛，24比16，现在来到内湖高中在第2局的局末点，有8个局点。
辅助拦网拦得很好，直线哇得分，对。崔俊要扑出来救啊，来不及。好，现在就看英哥能不能够把握这一波抢下球权之后多得几分，多追个几分。快攻的掩护，第二时间打进去，25-17，内湖高中再以25-17拿下第2局。前2局打完，内湖高中是2-0暂时领先。继续回到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在台北市立体育馆进行的这场高中女子组的比赛是由内湖高中华裔队长英歌工商。前面2局是白色球衣的内湖高中是以25-12、25-17抢下了前2局，已经听牌。来看看是内湖高中能够直落3拿下这场比赛胜利，或者是英歌工商能够扳回一城，把战局给延长。第3局由英歌工商先发球，修正有后面有扶起来，二号位这边的进攻也有一波，来看英歌啊，修正没有修正好，对，处理的可以，对。哇，很短的球很干打哎，哇，这个球短短的，但还是用力扒哦，在后排这边现在拿下了1分，在第3局是英歌工商率先开张。林家彤继续发球，飞高，像是拿中间转手腕，
小球，轻轻打。可以开始要为这个球塔吉奥对苏湘琪一个边线攻击得分，1-1。郑曼琪下来发球。好球！直接弹回来，又一波。哇，好球！苏湘琪对苏湘琪的一个2号位置的攻击。李亚彤在后排哦，这高手来不及闪哦，变成 touch out。2-1，邱曼琪继续发球。哇！直接哇！发球得分了，够飘哈！女生组的发球真的很难接，因为网子比较矮，那个球真的是很多平平的过来，又平又飘，然后过网又急坠的感觉，我真的很难接。斜线收起来，我要为这个球，现在来看，哇，好球！哦，薛俊宇真的很厉害，手腕很好啊。对。慢一拍的攻击哦，其实那整个改变的球路真的是最后一刻连拦网者都没办法掌握。4-1。我本来在这一局是应该是要先开张，对，中线。总算啊，在内湖连得4分之后，英歌工商这边哦是拿下第2分。林一慧下来发球，哇，很厉害！他知道说他自己往外打，就是说我们叫做助跑，往外助跑的情况下面打另外一个方向攻击，手腕真的很好。他等于是这个路线来讲，把所有选手都对方防守选手都往右边带，然后他往左边打。他被打进去，好。这一局来讲，英歌2个边线攻击得分还蛮多的哈。其实攻击手就要敢打了哈，像现在英歌工商这2个边线的攻击手，其实就要敢打才有突破的机会。英歌工商曾婉纯下来发球，3-5。哇，又平又快，还有，那应该是英歌马德龙嘛，给了，哇，这个球拉开一点点，对，这叫 B 小短 B 小攻击哈，直线攻击得分，B4快攻，拦网者完全没有对到，对，那个大空档进来，曾婉纯要继续发球。好赛过长哦，这边就是英歌工商的问题啦，你没有办法连续得分，好不容易得1分之后，好像下一球啊又转换，有可能是自己的失误，有可能是对方得分，对，自己的失误比较多，对，连续的发球来讲的话，也没有比较不稳定。6-4，哇，你看，发在自由球员手上，直接得分，对，那分数的落差就是差在这我没有办法连续得分，但是我会连续失误，对，但是分数就会慢慢被拉开，差到2个之间的距离。苏湘琪继续发球，修正，哇，哎呀，对，自己打到安定娜，对，打到拦网者，对，太极奥，很快哦，弹出来碰到了标志杆。好，那现在再拿1分，看有没有机会哦，来连续得分。
不然在内中这边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发到2颗以上。是，对。推开，哇，直线触网，哇，又是自己的失误，很可惜。就是吹在英哥前排的球员哦，这边触网的犯规，现在又回到球权，又回到内湖高中。薛敬宇的发球，隐塞 S 很长哦，几乎就是9米的位置下来掉下来。小球，对，哇，好聪明哦！快攻，马德龙被拦到，对，换边后排直线啊！丘凡奇的手腕就没有薛俊宇这么稳哦，还是2个人有差距。这个球他击还是触网？好像他就碰到，所以薛敬宇也是连续发球，差距对。双方比数10比5，现在内湖高中领先5分。2名球员在叫暂停哦，这个最明显了，在英哥这边有185的球员，但是也有比较多到16多的，对，所以身高落差会比较大。但在内湖高中那边就比较平均，大概就170左右。哇，爬过来哦，太短，对，德龙没有跟，快攻，又被打到，因为刚好2个高个子间打，对面的丘凡奇哦，这边直接压下去，对，反应很快哈，瞬间弹跳，赶快给压，11比5，换取球员。蔡元熙，对，1年级的一个新生哈。中间的快攻，马德龙中间高，得分，对，接歪掉了。所以有时候他也是会改变哈，打中间高的球。6比11，哇，好球！这球拉得够长，对。然后刚好举球员在160公分后，这丘凡奇就没有再客气的，直接直线就扒下去了。12比6，杨妮的发球，斜线，好球，接得蛮好的。看这一波吊球，后排处理过去，单脚背飞，我有，好长哦，硬塞。13比6。又没接好，呛死。韩尚宇这个球被接起来，现在再看一波，哇，接球真的内中做得很好，对，比较稳定，在防守跟接球部分来讲，内中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球队。14比6，现在分差来到8分。女子组总共6支队伍，打一个单循环。
哇！哎呀，前面碰到了，速度减缓，但是在后排接球之后，于亚尼哦，这个高手接啊，结果是球直接接歪掉。是。马东下来发球。哎呀，好球touch，对，连续得分哦，没有touch，主审直接认定没有touch哦，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哦，在各轮的发球哦，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对，没有办法连续得分，1分之后，哎，又转换过去，斜线，哇，守起来。哇，这一球比较难。对，这个时候他可能想的比较多了哈。薛俊宇的后排处理挂网，现在再度球权转换啊，轮到英歌工商的发球，蔡元熙替补上来的举球员，时间差，拨过去，顶高。哇，谁不知道哈？只打高啦，但是哦，这个卡在正好在中间，大家都来不及。这个韩善宇的修正球应该修正两边的攻击手哦，给他原地打高而已。好，这难得哦，在英歌工商这边哦，发第2球，对，连续得分，还是被拦到。球板起，然后维进来再打斜线哦，这1分再拿下来。16-9，分差现在来到7分。快攻小球这个个人时间差，第2时间再把它推过去。对，就是时间上面起跳的时间跟主持人配的球哦太慢哈。林英慧的发球，现在双方6分的分差。越位。好，这一个轮次啊，也是发2球以上。对，这个球是内湖自己的越位哦。11-16。快攻接起来，直接回去，沙西米没再客气啊，韩尚宇这边直接定下来。对，我打给你，手给我，再打第2次可以。17-11。哇，拼下去，对。江启的拦网比较没有扎实哈，手因为比较没有摊过去哈，所以说在苏家里拦网，薛俊宇那边拦网比较就是会被喷到。12-17。曾婉纯的发球，哇，好可惜哦。他上一个发球是有1个球发过去，第2次发球自己的失误过长了哈，是稳定性还是不太够。18-12。苏湘琪的发球，直线好球啊，球对。用力锤打在手上弹出界，现在再度轮到英歌工商的发球。对，那个举球员林家彤换回来。
哇，极限发球，哇，收到，哇，自由球员全倒了。strike 哦，对，这个自由球员今天看到撞倒了2面大板子。对。哇，过长了。那至少这一次啊，还在前一分拿下来，拿到球权哦，得2分，是9比14。薛湘琪发球，薛静宇。中洞，闪掉，硬赛，对，这球硬赛。有哦，英哥也在慢慢追分哦，分数有咬住，一分一分拿回来。球要先过，詹明纯。哇，有拦到，但是出界。哦，对。20比15。哇哦！直接 S 的分，扑出去接哦，但弹起来的位置哦，队友都没有能够接应。20比16，21比15。看了2个位置，对，让举球员在前排保持3个前排攻击手，然后举球员跟举球对角刚好一个换了小球，哇，很聪明啊，轻轻的这样一点，刚好右边一个洞。22比15，分差在第3局现在来到7分。哇！发球直接得分，够挑。今天好像自由球员掉了第2颗哦，发球直接。接发球来讲的话，内中的自由球员接发球比较稳定。23比15。哇，又喷了。24比15，现在来到内湖高中的赛末点了。对啊，最后面这个发球都有变化有时候急坠，有时候上飘让我们接发球的选手都很难去掌握。变化很多了，在这边呢发球的小心机，但正好也都有过。沉下去，瓦包，哇，直接过去哦，再压下来，25比15。这一场内湖高中对上英歌工商的比赛，内湖高中以25比12、25比17、25比15直落3比0的比数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2场比赛打完，内中也是拿下了一个2连胜。是，我们恭喜内湖高中那绝对表现跟今天表现那虽然每个状况不是都一样的好的情况下面，但是还是有正常发挥拿下了胜利。那英歌高职其实我觉得他们。对公司来讲的话，熟练度可以再回去再加强一点，不管是接球或发球部分的稳定性，可以让回去再多练习能够让在日后的比赛能够让自己的不管是战术球技都能够再进步到另外一个层次一个空间。好，再次恭喜内湖高中2天的比赛都能够拿下胜利。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2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年高中女子组的部分，内湖高中今天再度出赛对上了英科工商，那内湖高中是以直落3比0的比数拿下胜利。还是先请丁如然教练来谈一下今天你看球员们的表现。今天的话60分，昨天90分，今天一下被打到60分。对，因为小朋友其实我觉得不管哪一个成绩在球场上没有声音，相对会影响很大。今天他们在热身的时候，我觉得小朋友很沉，我不知道可能因为昨天的赢球，就是昨天的强度可能也比较高，所以整个身体状态是疲劳的。对。所以在热身的时候，场上就没有太多的声音，所以其实整场球虽然都处于领先，绝大部分的时候内湖高中都处于领先，但是其实教练在旁边没有松懈过。对，因为小朋友如果我自己放松的话，小朋友会跟着放。对，还是要后面要对，要一直推，对。那你觉得，其实我在旁边，我们在旁边看起来，像樊奇今天表现没有昨天这么好，得分的机会没有这么多。他自己对于高拦网，然后球又高的时候，自己的突破率还要再加油，还要再加强。对，因为小朋友今天很明显对上拦网高的部分，他们对于处理球跟突破就没有昨天的这么的果断。对。对面真的有个最高的国内女排最高185公分，但她也不是 always 在场上啦，也有后排，也有轮转这样的状况。但是整体感觉上就是说，也许就像教练说的，樊奇自己会有点压力。对，在前排他不敢，他其实大概到第2局开始才真的有用力扣。其实或许是举球员跟他搭配上，没有那么顺，但看起来至少在旁边感觉起来，邱樊奇好像到第二局才开始真的有用力打下去。比较慢热型比较慢热型。好。那接下来比赛还很长了，整个赛季联赛赛季都即将要慢慢展开，还有很长的时间，也许慢慢调，期待就是我们内湖高中在到了联赛阶段，能够有更上轨道的发挥，更好的表现。谢老师，好，谢谢教练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回到比赛的现场，今天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刚刚高中女子组的比赛，是由内湖高中以直落3比0打败了英科工商，在前面2场比赛打完都获得胜利。那稍后我们还有另外一场高中女子组的比赛，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转播。我是小启以及今天的球评李将教练在这里跟您说声再会喽，我们待会见，拜拜，拜拜。